到这地方了。现在我所在的位置呢是辽宁省海城市的西木镇啊。这是我这次来西木镇的一个目的啊，要看几座辽金时代的砖塔啊。海城的这个西木镇附近呢，总共有3座塔，一个是金塔，一个是银塔，还有一个是铁塔啊。现在我所看见的这个呢是铁塔啊。我从海城骑到西木镇大概用了20多公里啊，走了20多公里啊。但是今天呢，正好是顶头风啊。今天海城这边刮的是那种东南风啊。然后我从海城到这个西木镇，正好是往东南方向走啊，一路顶风骑过来的啊。而且到了这边基本上就是山区了啊，所以说它还有很多坡啊，不太容易，但终于到了啊。这个就是一个胜利哈，一个胜利哈。这个海城3座塔当中呢，这个铁塔的规模是最小的，年代可能也是最晚的，应该是一座金代的塔，保存程度也是最差的啊。这个塔呢，1、2、3、4、5、6、7啊，只有7级啊。然后呢，它底下的砖雕非常简单啊，就是6面，每面应该是一个菩萨。我感觉它每面应该不是佛。按照辽金时代它那个造像特点来说，它每面是菩萨，是6尊菩萨像啊。然后这个塔呢，保存情况不是特别好啊，砖雕基本上都风化了。而且呢，70年代呢，海城还爆发过地震呢，比较有名的啊，全国都有名的海城地震啊。所以地震当中呢，这个塔给震歪了啊，所以说这塔留到现在也不太容易啊。这个塔无论是斗拱还是底下造像做的都非常简单啊，没有什么可评价的。底下的莲台呀，上面的这个砖雕啊，还有上面的这个斗拱啊，非常之简单啊，非常之简单。在我看过辽塔中，这算是比较简单的一座塔了这个真是在我看过的所有辽塔中，这是一座比较简单的塔啊。但是毕竟来了嘛，来了就得看看啊。这座塔为什么叫铁塔呢？因为它基本上就是青砖发那种黑色嘛，所以说他说这塔就是铁塔，是吧？按照资料上说的话，应该是金代的，一座塔，不是辽代的，金代的。现在它是省级文物保护单位啊。辽宁这边的文物不像关内那么多哈，所以说在辽宁这边呢，只要说是你能达到年代，或者说你的保存状况稍微好一点的话，基本上都能混个国宝啊。但是它现在在辽宁居然还是省宝，说明这个塔无论保存状况还是它的这个重要程度都是没有那么高，没有金塔跟银塔高啊。我走远了发现一个细节啊，它这个塔第2层底下有佛像，还有力士啊。这个是比较少见的，因为一般力士跟佛像都是在它就是须弥座红门那个位置上，但是它第2层居然有每面都是有2尊佛像啊，还有2个力士啊。这个在辽塔中比较少见一种做法，因为它这个是比较简单嘛，所以说它可能底下不能砌那种特别大的须弥台，所以它把那个佛像跟那个力士放在第2层啊。大概就是这么一个状况吧。哎呀，今天骑到这儿可真是不容易，一路顶头风哦，今天海城5级大风，我回的时候方便，这来的时候麻烦了。明天从海城往家返还更麻烦，明天有雨啊，我不知道明天怎么骑啊。这是麻烦呐。你看它每面都是有佛像跟力士的，这是力士还是天王？我离太远，我看不太清楚。行了，这段回顾到这儿了，咱们下周再见。哎呀，刚才白录了，我把我这个相机调成了那个照相模式了。刚才对着照相模式说了半天，后来机器看我半天也不照相，自动关机了。
哎呦我的妈！我再重新录一遍吧。现在的时间啊是2025年的5月13日的下午2、3点钟啊。我所在的位置是辽宁省海城市接文镇啊。下面我要看的这处文物呢，是一座辽代的砖塔，本地呢叫做海城银塔啊，因为它外面刷一层白浆嘛，它是白色的，所以叫海城，所以说叫海城银塔。刚才咱们中午时候看的那个呢，应该是海城的铁塔啊，就是西木镇里边那个啊，西木镇镇里的那个塔叫做海城银塔，不是那个海城铁塔。那个海城铁塔呢，它的这个整体的规模啊，它做工就很一般了啊。那么这个海城银塔怎么样呢？啊，这个海城银塔怎么样呢？这个海城银塔呀，我觉得规模也很一般啊，也很一般啊。但是它的规模多少呢？比那个海城的那个西木镇里那个海城铁塔啊，多少要强那么一点啊，多少要强那么一点哈。因为我呢是从海城市里骑到西木镇，又从西木镇骑到这个地方，所以说现在我是非常疲惫的。现在我这心脏就有点就是跳的有点开始不规律了哈，然后我说话现在也开始不怎么利索了哈，大家多包涵一下哈。这个海城有3座塔，就是海城这个西木镇周围有3座塔，一个是西木镇城内的铁塔，还有一个是西木镇西北方向的金塔啊，还有一个呢就是西木镇应该是东北方向啊，已经到了接文镇了，这个地方已经归接文镇管，不归西木镇管了啊。就是叫做银塔啊，因为它外边有一层白浆啊，白色的，所以叫海城银塔。这个海城银塔呢，它的布局啊是一般辽塔的布局啊，是辽金时代古塔的布局，但是呢，它的这个规模非常之小啊，非常之小。如果你看过很多东北地区的这种辽金时代的砖塔的话，你就知道哈，这个海城银塔的规模非常之小啊，非常之小啊。它虽然它的外形呢、造型呢也是一般辽金时代这种密檐塔的造型哈，但是它的规模就非常小了，而且它的这个做工呢，咱不能说差，但是也非常一般了哈。因为大家就知道辽塔这个东西呢，实际上呢，它分出资方，有的呢是皇家跟贵族建的，有的就是一般的民间的那些富户还有老百姓集资建的。我个人觉得这个海城银塔啊，这个海城银塔，大概就是一般地方老百姓集资建的啊。它的规模上，我感觉没有辽金时代那些皇家和贵族出资建的那些塔要气派啊。它规模也要小很多哈。一般的辽金时代砖塔这种密檐塔的这个结构是什么样的呢？底下是个大塔座，上面是一个须弥座，须弥座上面是栏杆啊，栏杆上面是莲台，莲台上面是第一层塔层啊。第一层这个塔层呢，有的是8面的，有的是6面的。海城银塔规模比较小，它只有6个面啊，每面呢是塔门，塔门中间啊是一尊佛像，两边呢是两尊菩萨，佛像跟菩萨头顶上呢都有华盖，华盖上面飞天啊。然后呢，第一层塔呢是有这个斗拱的，然后上面呢是这个塔檐。海城银塔呢，它不是13级浮屠，它只有9级浮屠啊，但是它也比海城铁塔多了2层啊，海城铁塔是7级浮屠啊，这个是9级浮屠啊。为什么说它在辽塔当中规模算比较小的呢？啊，这座塔据材料上说呢，是辽代晚期修建的啊。为什么呢？第一个，它的直径比较小啊，就跟个小烟筒那么大啊。第二个呢，就是什么呢？就是它中间这个须弥座只有1层啊，而且须弥座中间呢没有任何的装饰啊。我不知道是它原来有装饰没了，还是说现在就是它本身就没有装饰，只有2个排水孔啊。然后上面呢是这个栏杆啊，栏杆里边这个花纹我看了一下，基本上以花鸟鱼虫为主啊，不是像很多辽金时代的砖塔，它这些花纹呢是以这些祭月人呐还有一些龙的图案为主的啊。我还是那句话，这个银塔很有可能啊是海城地方民间集资修建的一个产物哈，所以说呢，他不敢用那么贵重的纹饰啊，什么祭月呀、童子啊，特别是龙纹他不敢用，所以他用的都是一般花卉呀、虫鸟啊这些东西。比方说这个塔的南面，它栏杆上的这些图案，
包括莲花啊，中间是水鸟，右边是2条鱿鱼啊，底下呢是这个万字的图案啊。然后上面这个第一层塔，它每面这个浮雕啊，在我看过的辽金古塔当中呢，算是做工比较一般的啊，比较一般的。比方说它这个华盖飞天呐，做的就是，像辽金时代很多那种皇家的古塔啊，那种皇家或者说贵族出资修建的古塔，它的浮雕立体感是非常强的啊，它的浮雕立体感是非常非常强的啊。那么这个呢，基本上就是在几块砖上随便刻画几下就完事儿了啊。然后它这个两边的菩萨，这个也规模也是非常小的啊，规模也是非常小的啊。然后它呢这6面每面呢，它中间塔门里的那个佛像都没了，只剩下个莲台了。只有在它这面啊，在它这面还算有点残迹吧，有点残迹啊。你看它这一面呢，左边这个菩萨的脑袋还没丢啊，还有一个脑袋啊。它这个脑袋呀，还有头上的花冠呢，还都是完整的啊。它这整座塔啊，12尊菩萨像里只有这尊菩萨像是最完整的啊，身子、脑袋还有花冠都保留着。然后中间呢，塔门里头还有半尊佛像啊，还有半尊佛像啊，这个脑袋也没有了啊。就这个还算不错的，因为其他那几面的佛像都没了啊，佛像都没了哈。哎呀。所以说，海城银塔呢，在辽金，就是在辽宁这边的辽金古塔当中呢，它不算特别有名啊。海城这3座塔中呢，金塔是最有名的啊，金塔是最有名的啊。银塔跟铁塔不算有名，因为银塔跟铁塔的规模太小了，太小了，而且做工呢也太一般了啊，也太一般了哈。你看它这层呢，你看这个，就是它这面的这个华盖呀、飞天呐，显得就特别的。就是特别的那种立体感特别差，感觉就像在一块砖上随便刻画几下啊，那就完了，它非常潦草啊。然后这边呢，这2个是排水孔，因为辽金时代的砖塔，东北这边的基本都是死心的，里边都是夯土啊，所以说它需要有2个孔排水啊。这一层栏杆上的这些花纹呢，都是以什么莲花啊，然后这边这个最右边是虎啊，是虎啊，不是狮子，应该是老虎啊。以这个为主，基本上都是以一些鸟兽啊、花鸟为主的啊。你像这边的，基本上也都是花卉类的这些东西了啊。所以说，它这个塔，在我看来没什么特别大看头啊。哎呀，你说我从海城骑到这儿，然后又骑到西木镇，又从西木镇一直骑到这个地方，哎。然后呢，它这个塔建在一个小山包上啊，这是上山的路啊，大家可以看到非常的陡啊。因为它中间呢没有砖石，没有砖石呢，这夏天一下雨啊，这流水一侵蚀一冲刷呀，基本上就跟咱们游乐园的水滑梯差不多，基本就跟游乐园的水滑梯差不多了啊。待会儿我怎么下去我都不知道哈，我是滑下去是怎么着呢啊？哎呀，到目前为止呢，我看了西木镇周围的，第一个是铁塔。石棚，还有这座银塔啊，还有这座银塔啊，金塔还没有看啊，金塔还没有看，金塔在回城的路上，但是现在我已经筋疲力尽了，已经筋疲力尽了啊！我现在这车骑的现在是虚汗直淌啊，虚汗直淌啊，心也突突突乱跳，心里都不齐了啊！哎呀，上岁数喽，上岁数喽！但是我有生之年终于是亲自看到了这座海城银塔啊！在我有生之年，我终于还是看到了，亲身亲眼啊，身临其境的看到了这座海城银塔。所以说，生命呢，往往在于过程，它不在于结果。你说你从照片上看，它也就这么回事啊，你从照片上看，它也就这么回事是吧？但是跟你骑车骑到这个地方，然后亲眼见一见，那不是一个感觉啊。这是我人生一个也不错的回忆吧，哈哈，就是这么周围一个环境啊。东北的5月份了，也是郁郁葱葱的，是吧？正好现在还不是特别热啊，骑个车正好啊。哎呀，好了，咱们这段咱们就录到这儿，咱们下段再见吧。这段录上了啊。